好，我是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今天你还好吗？无论你在哪儿，无论今天你经历了什么，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我是他的现任，凌晨2点，他躺在我身边，发出轻微的打鼾声。失眠的我鬼使神差地翻出他的旧手机，在备忘录发现了他前任的故事。他们恋爱5年的时间，熬过了大学的异地恋，却败于现实的同居生活。大学的他会省吃俭用坐10几个小时的火车硬座去见女生，女生会坚持攒钱给他买心心念念的球鞋。步入社会的他们挤进北京的出租屋，一起吃过泡面，一起去远方旅行。他们很爱彼此，却常常因为一些小事儿吵得翻天覆地，脸红耳赤。那时候他倔得像一头驴，冷战期间从不低头，刚开始的时候基本都是女生服软，后来他慢慢学会了包容。那时候的他承诺过的事情转头就忘，也常常因为打游戏而忽略对方，后来他变得事事上心。那时候他不懂得要给女生送花，后来才明白爱情是需要仪式感的。他的每一个变化都是女生用泪水和失望换来的，是那个人告诉他你该如何疼爱另一半，教会他什么叫珍惜，陪伴他从一个男孩成长成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男人。他们分分合合很多次，最终还是永远地成为了对方的前任。好像前任这2个字永远是一段新的关系里最过不去的坎儿。以前的我呢，真的很介意另一半的前任，我害怕他没有彻底地放下对方，害怕自己比不过他，更害怕我只是一个替代品。直到我成为了某人的前任之后，我才明白每一段结束的感情都写满了不合适跟不够爱，一半是成长，一半是痛苦。现在的我知道了男友跟前任相爱5年的故事，心里没有争风吃醋的情绪，更多的是心疼并感谢那个姑娘。如今的他不会先挂我电话，而是尽可能秒回我的消息。他从来不会嫌我麻烦，而是帮我一起照顾我生病的妈妈。他从来不指责我任性，而是站在我的角度替我分析利弊，在尊重我的决定。看到备忘录之后，我才意识到当下这个100年难遇的好男友也曾经有过不体贴的一面，是他的前任用耐心教会了他要如何去爱一个人。我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，男人的妻子对男人的初恋说，我真羡慕你，他的整个青春都是你陪伴着，你一直在他心里有着最深的位置，永远无法被替代。初恋回答说，我才羡慕你能够陪伴他整个人生。爱情就是一件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情，即使栽树的人付出了很多，耐心陪伴着这棵树长大，却未必等得到可以乘凉的那一天。爱情没有先来后到，出场的顺序抵不过好的时机。终其一生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爱与被爱，但是我们都不是生来就会爱的。爱是一种需要学习的能力，无疾而终的感情令人遗憾，但也教会了笨拙的我们要如何成为合格的另一半。那个能够陪我们走到最后的人，大概率是从另外一个人那里学会了如何爱，然后才遇到了你我。
最后我想对现任说，你爱过别人没有关系，只要我是最后那个就好了。